今年台北市的228追思活动由市长蒋万安主持仪式，不过中途却遭到了群众的抗议。抗议的人认为蒋介石就是228的元凶，由他的后代来主持非常的不恰当。而反对抗议的人则认为台湾早就已经群族和解了，政府也道歉过很多次，现在还提228根本是政治操弄。但无论立场是什么，我们发现经过这么多年，大家对于228事件的经过还有理解，似乎还是有蛮大的差异。那究竟228事件的起因到底是什么，又该由谁负责呢？今天就让我们透过重构228这本书，重新来回顾一下228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重构228这本书的作者是台大历史系的陈翠莲教授，他是228事件专家，出过好几本关于228的学术著作。那为什么他会对于228这么好奇呢？根据陈翠莲教授本人的说法，他小时候非常相信国家跟学校的教导，是个不折不扣的党国青年。他常常跟爸爸争辩，认为爸爸不爱国。好几次呢，他爸爸都想要用228来反驳，但每次都被妈妈阻止。228事件对他来说是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巨大谜团，也因此成为了他日后的研究方向。重构228这本书集结了许多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只有近年来逐渐解锁的史料，也透过许多角度来剖析228为什么会带给台湾社会这么大的冲击。那我们团队过去也做过228跟白色恐怖的影片，自认呢对这些议题不算太陌生不过看完这本书以后，还是有不少让我们很惊讶的事情。所以不论你对228事件熟不熟悉，今天这集说书呢，应该蛮有机会带给你新的启发。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作为行销人、创业人，你会不会在面对快速挑战的 AI 趋势跟行销挑战时感到担忧呢？别担心，第二届 NextCon 次世代行销年会就是你需要的解答。这场年会集结了6位业界佼佼者，将带你深入探讨 AI 行销，并分享突破性的行销策略案例，让你在瞬息万变的行销世界里面站稳脚步。在 AI 专场里面，社群动创办人杰哥会告诉你行销创意团队如何与 AI 协作，而慢棒的 Manny 呢，则会带你了解国外的最新 AI 趋势，让你提前做好准备。同时 Infuse AI 的布丁将分享生成式 AI 如何更广泛的应用在行销领域。突破性的行销策略案例方面呢，先入坊的郭佑将分享他如何用创新思维改变传统的通路行销。宝岛制造的牛宝贤则会揭露他如何运用色彩概念和跨界行销提高话题的热度。还有萨泰尔娱乐的 Sunny 呢，会分享沿上的行销策略以及如何应对社群操作的挑战。现在报名呢，就能够享有超早鸟7折的限时优惠，价格只要2999，使用优惠代码 NextCon Shasha 还可以再折200元。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千万别错过这场行销人的年度盛会 NextCon 次世代行销年会，邀你一起踏进转型的革命前夕。虽然大家可能多少都知道228事件，但可能不一定清楚整个事件的经过，所以一开始我们还是帮大家简单的整理一下228事件当中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47年的2月，当时国民政府已经统治台湾1年多之后呢，由于经济恶化、民生问题、贪污横行，台湾社会累积了许多的不满。2月27日，天马茶坊的弃烟行动呢，演变成了市民陈文熙被枪击伤亡。这个事件引发了很多人的愤怒跟不满，于是隔天台北市就开始有民众集结，从火车站往长官公署游行请愿。然而长官公署呢，开始开枪射击民众，导致现场多人伤亡。不满的情绪很快就在台北市还有全台湾蔓延，各县市都出现了反抗行动、暴动，表达对于政治的不满。而除了官民冲突以外呢，也有不少的外省籍公务员以及眷属在其中伤亡。3月1日，弃烟血案调查委员会成立，隔天改组为228事件处理委员会。那这个处理委员会呢，算是民间组织是由台北市参议会邀请民意代表地方士绅所组成。那一开始只是作为官民的桥梁，希望化解冲突，后来则向官方提出进一步的政治改革。然而3月8日，国军增援部队抵达台湾，并开始绥靖跟清乡，直到5月16日，政府解除戒严跟清乡，228事件才宣告结束。不过奇妙的是在同时间的上海呢，也有发生警察取缔摊贩，结果引发群众抗议的事件。而且上海事件一开始的规模甚至比228还大，但结局却跟228事件不同，最后和平收场。那为什么台湾的228事件会演变成这样子严重的事件呢？在重构228这本书里面就针对了当年的时代背景以及国民党各方势力做了深入的剖析。那首先我们需要先来看看当年的台湾人是怎么想的。
日治时期，台湾人就被当成是二等国民哦。二战结束之后呢，原本以为终于可以当家做主，国民政府却又认为台湾人受过日本的奴化教育，没有办法信任。当时的台湾人呢，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处处受限。而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成立之后，除了处理戒严血案之后的冲突，台湾民众也期待趁机进行政治改革。不过陈翠莲指出哦，日本政府跟国民政府其实有很不一样的统治模式。在日治中期以后，台湾民众已经习惯遵守法律秩序，但是国民政府内部充满派系的政治，迷信武力，习惯用特务黑道来进行统治，这是一种当时台湾人不熟悉的统治模式。因此，对于国民政府的期待就变得有点不切实际，而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呢，也使得228事件一发不可收拾。不过，228事件会变得这么严重，有一部分的原因则是跟行政长官陈仪有关。过去有一派说法认为呢，陈仪其实一开始想要和平解决，但事情发展失去控制，才不得已请兵镇压。陈翠莲指出，事实上呢，陈仪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在228事件当中采取两面手法，对于民众还有对于中央呢，采取了不一样的两套说辞。对于民众，由于一开始台湾的兵力不足，陈仪呢先采取安抚做法，多次的广播安抚民众，并尽量和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妥协，表示愿意进行政治改革。不过同时呢，陈仪其实也派人渗透处委会，制造内讧。对于国民政府内部，陈仪为了逃避责任，就说228事件是共产党煽动的叛乱行为，淡化自己的政治责任。同时请蒋介石尽快的调派军队来台。而当陈仪收到电报，知道中央会派兵来台之后，他仍然多次跟民众保证，绝对不会有军队进来。而这种政府公然说谎的行为呢，对于当时的台湾民众来讲，几乎是无法想象。更糟糕的是，国民政府里面还有其他的派系，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想要把228事件闹得更大一点。过去因为统治当局的隐瞒学者们并不清楚派系特务机构在228事件里面的角色。那随着史料的解密公开，陈翠莲有了新的研究成果。当时的国民政府其实内部暗潮汹涌派系的斗争非常严重。有一些派系呢，希望228事件可以闹大，把责任归咎在陈仪身上，趁机把陈仪逼下来，换上自己派系的人马。那有一些派系呢，则是希望228事件跟叛乱共产党扯上关系，因为这样子的话呢，用武力镇压228事件就变成了大功一件。但如果只是平息民众暴动，那就没有那么的值得炫耀了。当时的派系呢，甚至指示政府的情治单位渗透进228事件处理委员会，以处委会的这个名义要求释放本省人战犯以及汉奸，甚至还有撤销军备总部、国军缴械等等。那听到这些要求呢，当时军备总部的这个参谋总长柯远芬不仅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终于找到镇压的理由了。而在这个情况之下，当时的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学界过去也有许多讨论蒋介石到底知不知道实情，会不会是被陈仪派系所骗，所以才派兵镇压的呢？我们先讲结论重构228指出呢，蒋介石并没有被骗，也不认为228事件跟共产党有关系。在228事件的几个月前呢，蒋介石其实有来台巡视，他在日记提到呢，台湾尚无共匪之细胞，可称一片干净土。事件一开始呢，蒋介石认为政府武力空虚是台湾动乱主因，他不满陈仪的做法，也不相信共产党是幕后黑手。可是他还是同意了陈仪的派兵请求，因为他认为台湾民众受到日本奴化教育，遗忘祖国，需要以武力来震撼教育一下。而事件平息之后呢，蒋介石因为不想要让统治的失败影响到形象，也不希望因此影响统治台湾的正当性，所以没有检讨政府的施政，反而支持陈仪228是共产党搞鬼的说法。不过呢，在一连串事件的发生过程当中，其实有民众去跟当时派驻台湾的美国代表澄清，希望能够请美国出面让事件和平落幕。但是美国政府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考量所以最终呢，并没有什么积极介入的行动发生。这算作者陈翠莲在《重构228》这本书里面其中一个重大的研究突破。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想要建立新的东亚秩序，希望有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来取代日本在亚洲的地位。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美国便和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合作，形成了战后的美中体制。那虽然中华民国接收台湾的时候呢，美国政府内部曾经有人担心国民政府是否有能力经营好台湾，不过为了减少占领成本以及维护美中关系，美国还是默许中华民国接收台湾。而根据陈翠莲的研究，接收台湾之后呢，虽然美方有注意到陈仪政府缺乏效能，但为了维持跟国民政府的关系，所以并没有采取什么样的积极措施。因此，作者认为这意味着战后的美国并不太在乎台湾人的处境，反而更关心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呢，这也算是228事件的一个原因。
总之呢，在各方的势力运作之下，到了3月初，增援部队抵达台湾时，大多数地方动乱已经平息了，但国民政府内部不同派系的政治利益，却让军队在台湾开始了绥靖跟清乡的行动。原本绥靖是指针对共产党叛乱的镇压行动，而清乡呢，则指清剿这个地方土匪的做法。也就是说呢，官方其实是把228事件当作共产党引发的叛乱跟暴动来看待的。那当然，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整件事情其实蛮荒谬的，没有哪位政府高层真的相信228事件是共产党搞的，但是在政治角力之下，就这么把228事件推给了共产党。这个时候的绥靖清乡呢，代表官方不正式治理失败，反而用武力报复和恐怖统治来控制局面。一直到5月15日228事件绥靖清乡才结束。那到底228事件有多少伤亡？目前仍没有共识，从几百人到几万人的说法都有。目前只能说有许多血腥残酷的故事流传下来，也带给相关家属难以平复的伤痛，造成了长久的社会隔阂。在研究这次的题目时呢，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团队还是有 Google 一些书中提到的细节，看一下各方说法。而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也发现不少人会觉得228事件是翻外省人旧账，或是抱持本省人其实也杀害很多外省人的想法。那我们认为呢，这些人的说法可能是比较着重在228事件前期的动乱。这种说法呢，认为当时的政府治理失败是事实，最后引起暴动以及族群的冲突也算是时代悲剧。但是看完这本书之后，我们觉得228最大的悲剧并不是当时发生了什么冲突，死了多少人，而是生活在这座岛上面的各族群之间数十年来相互的猜忌不谅解，甚至像陈教授跟他自己家中的长辈也曾经出现过巨大的鸿沟，有过无数次的争吵。所以看完之后呢，我们感觉其实很难过。以前大家常常会吵是本省人或外省人受害比较大，但后来发现，或许所有民众都是当时高层政治斗争下面的受害者。那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可能不认同这本书的观点或内容，就连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偶尔都会觉得蛮意外的。但我们认为这种研究还是非常重要，而且很有价值，因为我们认为大家会缺乏共识，或好像永远无法和解的关键，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对于事实的理解相差很大，甚至是缺乏讨论的机会。陈水莲教授的这本书呢，不仅是透过专业的历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也顾及到各方的立场，让它看起来相对全面。从重构228，我们看到了在当时时代背景之下，美国、中华民国政府的各个派系啊，台湾本土精英、地方势力各自盘算，他们有什么动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觉得这本书或许就是一个适合大家开启228话题的一个起点。那看完这支影片之后，我们也期待大家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一起讨论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最后也想要来问大家，你如何看待228纪念日呢？A. 纪念当时牺牲的民众 ；B. 提醒我们族群共生的重要；C. 重视自由、民主、人权的可贵。第一，离我们太遥远了，实在有点无感。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228事件当年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中正纪念堂该拆掉吗？以及救国团到底是怎样的组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要准备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力，我是贺龙，大家好，这是 PR 哥，欢迎收看《超人少年》，我是吴子，我是志奇，我是徐波。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Look at me， 这都烂人啊！他们